你个村姑渾身上下哪一点配得上我？退婚，从今日起你我沒有任何關係。近侍少爺要退婚，新娘這回可虧大了，他肯定捨不得，攀上這門親不容易。怎麼捨不得？你若願意求求我，看在這麼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本官開恩，與你當個妾室。好啊，哼，我就知道你捨不得我，當我的妾室，你得好好伺候我。我說，退婚好啊。好你個柳新娘，你不要不識好歹，到時候你哭着求我也沒有用。慢走不送。新娘這是瘋了吧？這丫頭也太不識抬舉，當妾室也是吃喝不愁了呀。什麼動靜？喂！救我！這布料夠尋常百姓家吃3年的。好重，堅持住！天哪，這傷口好深！這些藥是我爹剩下的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你要是想活，就自己爭點氣。長得倒是不錯。公子，你醒了。是你救了朕，救了我。你從山上滾下來，摔在我腳邊，是我把你拖回來的。多謝姑娘救命之恩，可惜在下已有妻室，救命之恩無以為報，只能贈與姑娘黃金1萬兩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萬兩黃金啊！我一輩子都不愁吃穿了，是什麼傷患啊？這分明是財神爺！那個公子的傷還沒好利索，想住多久都行，都行。這個玉佩，姑娘可拿去典當，全當姑娘收留我這段時間的用途。那公子好好歇着，我去給你煎藥。這可是個財神爺啊，我得照顧好，得照顧好。柳新娘，你給我出來！你這個不要臉的，快點出來！快點出來！喲，總算敢開門了！我告訴你，有人親眼看見你家裡有個男人，你被我兒子退婚才幾天啊！我家文軒可是新科進士，你配不上他，那是他念舊情才現在跟你退婚的。你倒好，轉頭就找野男人。這退婚才3天就藏人，怕是早就有鬼了。李嬸，說話要講證據。證據？你讓開，讓我進去看看，你家裡藏男人就是證據。李嬸，我家裡住的是遠房親戚。遠房親戚？哼，你爹死了3年了，你娘更早沒了，你柳家在這村裡3代單傳，哪來的什麼遠房親戚？我爹生前結交的朋友也算長輩。這位叔父從外地過來辦事，路上受了傷，我幫他養幾天傷，這礙着誰了？叔父，你讓他出來我看看，我倒要瞧瞧是哪門子的叔父。我就是新娘的遠房叔父，有什麼指教？你說你是叔父就是叔父，你姓什麼？哪兒的人？跟柳家什麼關係？說得出來我就信，說不出來你就是野男人。我姓蕭，與他父親是舊識。這個答案你滿意嗎？蕭？柳家什麼時候有過姓蕭的朋友？你少在這兒糊弄人！你若不滿意，可以去縣衙告我。這人說話怎麼跟官討爺似的？正好，我也想問一問縣太爺，私闖民宅、污良為盜、敗壞女子名聲，這幾條罪加起來，該判多少杖？你少拿官府嚇唬我！我兒子是進士，我怕你？我就是替西娘擔心，怕她被不三不四的人騙了。不勞費心。藥好了嗎？還沒，我這就去。行了行了，人家要真是親戚，你再鬧下去，傳到縣令耳朵裡，對文軒的前途也不好。你方才說的那些私闖民宅、污良為盜，真的能判？大良率
私闖民宅者杖20，诬告者反坐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读书人自然通晓律例。公子，李婶说的没错，我在村里名声本来就不好，被退婚之后就更差了。你住在这里，怕是会被牵连。你怕？不怕，名声又不能当饭吃。只是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女子没有名声，没有底气，哪怕清清白白，也会被人随便泼脏水。药好了，公子趁热喝。多谢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回房休息了，你也早些歇着吧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无碍，一点伤已经處理過了。属下護駕來遲，罪該萬死。起來說話。這段時間我暫時秘密在這兒養傷，這封信你帶回去，親手交給皇後。遵命。你身上有沒有傷藥？屬下身上只有這個。可以，回去吧，不要讓人察覺。需要你的時候，我會吹哨。陛下，您的傷真的……朕說了，無礙。是。公子還懂醫術？略懂。這本醫書是你爹的？我爹以前是鄉間的赤腳醫生，10里8村的人都找他看病。他走的時候就給我留了這本書。那些書呢？那些是我爹留下的，有醫書，還有幾本雜記，我都翻爛了。你想繼續學嗎？公子，我一個鄉野女子，學那玩意兒幹什麼？又不考功名。那你為什麼要翻那些舊書？為什麼要圈出不認識的字？你不是不想學，是沒人覺得你該學。我爹在的時候說，女子讀書雖然沒有大用，但認的字會算賬，至少不會被人騙。他教我認藥名，教我看簡單的方子，說將來我嫁了人能幫襯家裡。可我爹走後，村裡的嬸子們都說，女孩子讀多了書會心野，會不安分。李文軒他娘當初就不喜歡我識字，說鄉野村姑認什麼字，丟人現眼。所以你就沒再學了？沒有，只是偷偷看，不敢讓村裡人知道。熹娘，我之前說過，以1萬兩黃金作為報答。公子提過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你一個獨居女子，突然拿出1萬兩黃金，會招來什麼？公子的意思是會被人盯上？不僅是盯上，你沒有田產契書，不會看賬本，甚至寫不出一個完整的地契，錢到了你手裡，用不了多久就會被人騙光搶光。我答應你的，一分不會少，但在那之前，你得先學會怎麼守住它。怎麼學？識字、算賬、看契書，從明日起，每天抽1個時辰，我教你。公子教我？一來還你的人情，二來你爹說的對，女子認得字會算賬，至少不會被人騙。你爹不在了，沒人教你，你自己又不甘心就這麼放下，我搭把手的事。那不會耽誤公子養傷嗎？養傷閒得發慌，找點事做也好。就這麼定了，從明日起。那就多謝公子了。這些都是給我的。對，坐下。這比炭筆好用多了。我先看看你認得多少字。握筆的姿勢不對，拇指和食指夾住筆桿，中指頂住。不錯，你爹教過你。他說這是我姓，必須得會寫。公子，這個贏字好複雜。這個必須學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將來要贏。這個字是贏，
由王、口、月、背反组成。记住了，王是危机意识，口是沟通，月是时间，背是财富，凡是平常心，缺一不可。一个字还能拆出这么多道理？每一个字都有它的道理。你不是想守住黄金吗？先学会这个字。这张是邻村张寡婦去年签的卖身契，她兒子病重急用錢，被人騙着簽了。你看看問題在哪兒？這上面寫的不是賣身為奴，是賣身為婢。有什麼區別？奴婢還有期限，簽幾年就是幾年。奴是終身的，一代傳一代，婢和奴差一個字，天差地別。他簽的是賣身為婢，期限寫了5年，債主卻拿着這張契書是賣身為奴，逼他簽了另一張。這不是騙人嗎？所以在簽契書之前，一定要看清楚每一個字，尤其是年限、利息這些關鍵地方，一個字都不能錯。公子，你為什麼要教我這些？因為這些是能護身的東西。你知道為什麼村裡人容易被騙嗎？因為不識字。不全是，是因為不懂規矩，不懂律例，看不懂白紙黑字裡的陷阱。他們相信的是人情，不是字據。可翻臉的時候，人情的賬是算不清的，字據的賬卻一筆一筆都寫在那裡。明白了，繼續吧。好，再看這張。我給你送草藥來了。王嬸兒，你看清楚了就按手印吧。5兩銀子，利勤才3分，這附近找不到更便宜的了。這上面寫的我也看不大懂，我想找人看看。都是按規矩寫的，你放心，你按了手印，我立馬把銀子給你。王嬸，這張契書有問題。你一個野丫頭懂什麼？這契書是鎮上張秀才寫的，白紙黑字，清清楚楚。王嬸，別聽他瞎說。新娘啊，你什麼時候懂這些了？王嬸，這上面還沒寫還款期限，這樣他隨時可以來催債。今天借給你，明天他說你逾期了，就能來收你家的田產。放屁！我在鎮上幹了10幾年，從來都是講信用的。王嬸，你要是信不過，咱們可以不借，但你這錢可等着用呢。王嬸，這個你可以簽，你讓劉掌櫃把複利改成單利，再把還款期限寫上。他要是肯改，你再簽。改什麼改？這契書是張秀才寫的原版，改了就不作數了。不作數正好，那你就重新寫一張，寫清楚。劉掌櫃，要不你就改改。王嬸，你信一個黃毛丫頭不信我，她一個鄉下姑娘，連學堂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，你讓她給你看契書，看錯了你賠得起嗎？王嬸，你到底借不借？不借我走了。我告訴你，隔壁李家也等着借錢，我去找他。別走，我欠。王嬸，你信我，你急用錢，我先借你2兩，不要利錢，你什麼時候有，什麼時候還。新娘，你這是……你要是還想借，你把這個契書拿去給村長看看，讓他幫你過目，沒問題你再簽也不遲。你什麼意思？信不過我？信得過就不怕別人看。不借了！你們這些鄉下人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。這契書果然有問題。新娘，幸虧你來了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家那3畝水田就沒了。你救了我們一家啊！王嬸別這麼說，都是小事。草藥我給你放桌上了，我先走了。誰啊？新娘姐，是我，大妞。大妞，你怎麼來了？我聽我娘說，你幫鄰村的王嬸子識錯了借契上的陷阱，沒讓他家田地被騙走。我想求你教教我認字。你說什麼？新娘姐，我想學認字。我爹前年死了，我娘一個人拉扯我跟我妹，日子過不下去了。我娘說要送我去鎮上大戶人家當丫鬟，我不想當丫鬟，我想去藥鋪當學徒。可藥鋪掌櫃說他不收不識字的。新娘姐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要工錢，我給你幹活換學認字，行不行？新娘姐，我也想學。我娘說了，要是會識字，去鎮上當夥計，工錢能多1半。行，
明天下午你们來我家院子，我先教你們認自己的名字，還有常見的字。真的？真的。不過有一條，我教的不好，你們別嫌棄。不嫌棄，不嫌棄。怎麼，後悔答應了？不是後悔，我是怕我教不好，我自己也剛學。你教他們認名字、認錢數、認契書上的字，這些你現在都會了。教別人的同時，也是自己鞏固。好，明天下午我教他們。今天先學寫自己的名字。大妞，你看，這是你的名字，這個大字一橫一撇一大，很簡單。這裡要直一些，對，就是這樣。你們說說，那個柳熙娘被我家文軒退婚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個大字不識的村姑，配得上進士老爺嗎？就是，文軒可是新科進士，將來要做大官的。哼，可不是嘛！告訴你們一个消息，我家文軒馬上就要跟县令大人的千金定親了。真的？那可是攀上高枝了。那當然，县令大人看上我家文軒有前程，主動托人來說的親。李嬸兒，你胡說！新娘姐才不是大字不識，她教我認字，我現在能去藥鋪當學徒了，掌櫃的都誇我。大妞，你一個小丫頭瞎說什麼？她一個村姑哪裡認識字？新娘姐教了我1個星期，我學會了50多個字。藥鋪掌櫃的本來不收我，看我能識字才收的。哦，她教你們認字，她憑什麼教別人家的姑娘？走，帶我去看看。柳熙娘，你好大的膽子！誰允許你教這些孩子讀書的？李嬸，孩子們想學認字，我教他們，礙着誰了？礙着誰？礙着全村的臉面。女子讀書有什麼用？不守本分！你看看你，退婚了不好來找個人嫁了，整天跟個野男人廝混，現在還敢帶壞別人家的姑娘。李嬸，你說女子讀書沒用，那上個月王家嬸子差點被人騙走3畝水田，就是因為不識字，看不懂界氣上的陷阱。你說女子不守本分，那你家文軒讀聖賢書考進士，算不算不守男人的本分？你少拿我家文軒說事兒！我只是說一個道理，認字的人不會被一張紙騙走一輩子。這些女孩學了認字，將來能看明白契書，能算清楚賬目，能自己養活自己，這比什麼都強。那其他姑娘家裡同意了嗎？你憑什麼教他們？憑他們想學，憑認字是好事。你要是覺得認字有害，那你可以讓你家文軒別讀書了，看看他這個進士還能不能當下去。好你個柳熙娘，你等着，我讓我家文軒來收拾你。大妞，新娘姐，我剛才從鎮上回來，掌櫃的收我了，我想來給你報喜。走到村口，聽見李嬸說你壞話，我忍不住頂了她幾句。真的，藥鋪收你了。新娘姐，謝謝你教我認字。是你自己爭氣。文軒，那個柳熙娘越來越不像話了。她又怎麼了？她在家教那些丫頭片子讀書寫字，我說她2句，她還頂嘴，說什麼認字能幫人不被騙。她一個被退婚的村姑，有什麼資格說這些？哦，她還在家裡藏着那個遠房叔父呢。可不是嘛，文軒，你得去管管，不能讓她在村裡丟人現眼。你現在可是要娶縣令千金的人，不能讓這種破事壞了名聲。娘，你說的對，我不去鬧，鬧了反倒顯得我小氣。你打算怎麼辦？他私藏來歷不明的男人，還敗壞村風，我這就去縣衙遞一張狀子。縣令大人是我未來岳父，他一定會給我這個面子。好，就該這樣，讓他吃吃苦頭。誰啊？你是柳熙娘？是我。有人告你私藏來歷不明之人，有傷風化，跟我們走一趟衙門。誰告的？你就是那個來歷不明之人。我是他的遠房叔父，你們要帶他走，可有拘票？有，縣令大人簽發的。那好，我跟你們一起去。行，都去。堂下何人？
民女柳熙娘。李文轩告你私藏来历不明之人，勾搭成奸，败壞风华。大人，我没有勾搭成奸，住在家中的人是我的遠房叔父，因路上受傷，借住養傷，清清白白，邻里皆知。遠房叔父？你爹死3年了，哪來的遠房叔父？分明是野男人！你是何人？報上名來。在下姓蕭，名衍，是柳倩娘父親生前的故交，路過此地遇袭受傷，蒙他收留养伤。故交？你有什麼憑證？我住在他家期間，夜裡宿在柴房，柴房裡還鋪着草席被褥。大人可以派人去查驗。去查驗。是。启禀大人，柴房確實有鋪蓋。既然如此，這樁事本官自有公斷。大人，就算他們沒做什麼，一個未婚女子與成年男子同住一院，終究有傷風化。按大梁律，女子無夫而容留男子過夜，當杖責20，罰銀5兩。李进士，你熟讀律例，那我問你，大梁律中是否有遠房親戚借住需報備官府一條？沒有。那就對了。你若不服，我們可以把大梁律從頭翻個遍。大人，就算律法上說得過去，此人的來歷也說不清。他說是柳父故友，死無對證。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隨時可能是逃犯，是匪類，請大人明察。臣才不必声张。李文轩，你還要繼續告嗎？你到底是誰？我說了，你不必知道。新娘，我們走。他的身份果然不簡单。李文轩，你好大的膽子，誣告良民，敗壞本官名聲！來人，把他給我趕出去！本官的女兒絕不會嫁給你這種小人！大人，我冤枉啊！属下肃清山匪，遲至今日才敢迎駕，罪該萬死。公子，你……新娘，朕是大梁天子，1月前遇刺受傷，滾落山崖，被你所救。知道了，你現在是要走了？這是朕答應你的。裡面是折銀1萬兩，這些書是從識字啟蒙到綠色算學。這封信是京城明星女學的旁聽引薦，你憑此可入學。玉牌是朕的信物，若你有難處，可拿它去見皇後。為什麼要給這些？黃金已經夠了。黃金會花完，這些書和本事會跟你一輩子。你可以走出這個村子，去京城，靠自己的本事活。好。後會有期。後會有期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求見。請。陛下傷剛好，不要太操勞。無妨。陛下信中提到的那位柳姑娘，臣妾想着，是不是該召她進京見一見？你想見她？她救了陛下的命，又是個有骨氣的女子，於情於理，臣妾都該見見。何況陛下給了她玉牌，讓她有難處時可來求見。與其等她遇到難處再來，不如提前見一面，看看她有什麼難處，能幫的便幫了。朕給了她1萬兩黃金，還有明星女學的旁聽引薦，她若願意，自會來京城。那臣妾先讓人留意着，她若來了，臣妾召她入宮。好，這些事情你安排就好。京城，我來了。明星女學在東城。找誰？我想旁聽，這是引薦信。哪裡來的村姑，也配來這裡讀書？你就是柳熙娘？民女正是。抬起頭來。陛下信中提到過你，說你救了他的命，還說你很聰明。民女不敢當。你在女學旁聽的事，本宮知道了。那些貴女們看不起你，本宮當年剛進宮時也被很多人看不起，出身不夠高，娘家不夠硬，
連說話的口音都被人笑話。後來本宮想明白了，他们看不起你，不是因為你真的不好，而是因為你和他們不一樣，不一樣就是錯。你教村裡女孩識字的事，陛下也說了，本宮想知道你是怎麼教的。回娘娘的話，民女不教高深文章，只教最實用的東西，認自己的名字，認錢數，認藥名，認契書上常見的字。為什麼只教這些？因為鄉下的女子大部分一輩子用不上詩詞歌賦，但她們需要知道自己的名字怎麼寫，才不會被人在契書上代按手印；需要認的錢數，才不會被掌櫃少算工錢；需要認的藥名，才不會買錯救命藥。你覺得女子最該先學的是什麼？識字，然後會算賬，會看契書，會寫訴狀，這些學會了，一個女子哪怕沒了丈夫，沒了父母，也能靠自己活下去。本宮在宮裡住了10幾年，見過無數女子，她們有的才華橫溢，有的出身高貴，但能說出靠自己活下去這句話的，你是第一個。民女只是實話實說，本宮欣賞實話實說的人。新娘，本宮想讓你留在京城，不是以奴婢的身份，而是以女學助教的身份。你教村裡的女孩有經驗，本宮想在京城也開一個類似的班，教那些窮人家的女子讀書識字。你來幫本宮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你教他們認字、算賬、看契書，本宮出地方和書香，你願意嗎？民女願意。好，那從明日起，你先在女學安心讀書，等你覺得差不多了，本宮就把班開起來。多謝娘娘。不必謝，本宮也是為了自己。宮裡待久了，想找點正經事做。新娘，本宮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娘娘請說。本宮想在京城外設一所女學，不教詩詞歌賦，只教普通女子識字、算賬、醫藥常識和基礎律例。你說的對，鄉下女子需要的不是風花雪月，是能護住自己的本事。本宮在宮裡空有資源卻沒有實感，你從鄉野來，知道民間真正的苦處。娘娘說的是真的。本宮什麼時候騙過你？民女願意，只要能幫到那些女子，民女做什麼都願意。好，那這件事就這麼定了。陛下，臣聽聞皇后娘娘要在京城外設立女學，教授女子讀書，此事萬萬不可。為何不可？女子無才便是德，此乃古訓。若女子都去讀書，誰還安心相夫教子？亂了規矩，動搖了根本。是啊，陛下，女子讀書前所未有，而且臣聽說主持女學的女子出身低微，是被退過婚的村姑。這樣的人來教女子讀書，豈不是笑話？諸位大人說的有道理，女子讀書確實前所未有，可凡事總要有第一個。大梁開國之前還沒有科舉呢。大梁開國之後，科舉不是也辦得很好嗎？本宮想讓女子讀書，不是為了跟男子爭高低，而是為了減少民間冤屈。諸位大人可知道，每年有多少女子因為不識字，被人用一張契書騙走田產，甚至賣身為奴？你們說主持女學的女子出身低微，可她正是從最底層走出來的。她知道那些女子缺什麼、怕什麼、需要什麼，這比一個高高在上的貴女更適合教人。柳熙娘就在殿外，讓她進來。自己說。宣柳熙娘進殿。柳熙娘，你跟諸位大人說說，你為什麼要辦女學？民女不會講大道理，民女只想說幾件事。大人說女子不該讀書，那民女想問，大人的女兒、孫女是不是也不識字？大人讓自己的女兒讀書識字，知書達理，卻不許民間的女子讀書，這公平嗎？民女被退婚的時候，為什麼被人輕賤？因為民女沒有功名，沒有家世，沒有靠山。可如果民女當時會看契書，會寫訴狀，知道自己被欺負了，該去哪裡告狀，那些人還敢隨便欺負民女嗎？民女教村裡的女孩學字，不是為了帶壞她們，是為了讓她們將來不會因為不識字被人騙走一切。民女求陛下，求諸位大人，給天下女子一個機會，不是讓她們考功名做官，只是讓她們學會護住自己。諸位愛卿，還有何話說？好，傳旨，在京城外設立女學，由皇后統籌，柳熙娘參與授課與章程制定，女學不限出身。
契書的契，這個字由大和刀組成，下面是個大，上面左右2把刀。記住，契書就是一把雙刃劍，寫好了護身，寫不好傷人。契。柳先生，我昨天帮我娘看了一张契書，果然发现里面把租写成了卖，差點就被騙了。很好，以後遇到這種事一定要多看幾遍。柳先生，我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。我爹說今年過年讓我自己寫春聯。時候不早了，你們倆快回家去吧。柳先生辛苦了，娘娘折煞民女了，说了多少次，私下裡別叫娘娘。習慣了，改不過來。1年前你剛來京城的時候還戰戰兢兢的，現在站在講台上已經有模有樣了。都是娘娘和陛下的栽培。是你自己爭氣。新娘，本宮有個想法，娘娘請說。女學現在只在京城有，本宮想讓她在各州縣也辦起來，你覺得可行嗎？可行，但需要培養更多的女師，光靠民女一個人教不過來，所以本宮想讓你牽頭培養一批女師出来，你教出來的學生將來可以去各地教更多的人。娘娘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那你愿意吗？愿意，10000个愿意。快看快看，女学要招第2批學生了，這次還減免束修。真的嗎？我要去！我娘說學會了認字，能去部莊當夥計。聽說這個柳先生以前是鄉下的，被進士退婚過。那又怎樣？人家現在可是皇後娘娘面前的紅人，連陛下都誇他有見識。退婚的進士現在不知道在哪兒窩着呢，人家劉老師倒是越活越出息了。怎麼回事？去年這時候報名的人排隊都排到巷子口了。小翠，你去打聽打聽，外面是不是出了什麼事？是，柳先生，我這就去。到底怎麼回事？柳先生，氣死我了！怎麼了？慢慢說。我打聽街上散播謠言，說您當年是因為跟別的男人搞在一起，才跟那個李文軒退婚的。說您德行有虧，品行敗壞，根本不配教書。什麼？柳先生，我聽得清清楚楚，街上好些人都在傳，說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好像他們親眼看見似的。難怪今天一個人都沒來。柳先生，我們現在怎麼辦？謠言這麼傳下去，不止招不到新生，連原來的學生怕是也要……柳先生，我家孩子不學了，這是登記冊子，你收回去吧。張嫂，為什麼？不為什麼，就是不想學了。柳先生，您別怪我，我就這一個閨女，不能讓那些閒話毀了她的名聲。您的事兒我也不想多問，但妞妞不能再跟着您學了。柳先生，您看這都是什麼事兒啊？小翠，別哭，哭解決不了問題。那我們怎麼辦？要不要去找皇後娘娘？先不急，謠言總有源頭，我們先找出是誰在背後搞鬼。還能是誰？肯定是那個姓李的。沒有證據，不能亂說。但現在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讓謠言繼續傳下去。今天先收攤，你繼續去打聽，看看到底是從哪裡傳出來的。是。柳先生，現在怎麼辦啊？我們不止招不到新生，原來的學生也不來了。昨天我去給張家姑娘送課本，她娘把門關上了，隔着門說她女兒不學了。柳先生，我們去找皇後娘娘幫忙吧。只要娘娘說一句話，那些謠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不行，娘娘在宮裡，外面的事她未必清楚。就算她出面壓下去了，那些人嘴上不說，心裡還是會嘀咕。我要的不是別人嘴上服軟，是真正還我清白。可是這樣下去，女學就辦不下去了。再想想辦法。我已經讓人去打聽了，應該很快就能查到是誰在散播謠言。
就是她，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！你这个品行败坏的人，凭什么教书？别把好人家的姑娘带壞了！就是一個被退婚的破鞋，還敢來京城丟人現眼，滾回你鄉下去！這種人就不配在京城待着。我們把他的攤子砸了，別讓他禍害人！你們住手！快住手！你們說完了嗎？說完了，怎麼着？你還有臉站在這兒？我站在這兒，是因為我沒有任何虧心事。你們說我品行敗壞，有證據嗎？證據？你那個進士未婚夫說的話不是證據，他親口說的。你跟野男人勾搭才退的婚，人家堂堂進士老爺，犯得着冤枉你一個村姑？就是，進士老爺還能撒謊？原來如此，是他告訴你們的。我們把學堂也砸了，讓他以後再也不能禍害人。你們不許進去，這是皇後娘娘親設的女學，你們敢砸？怕什麼？誰今天敢砸這個學堂，我柳熙娘就跟他把官司打到金鑾殿上。進士老爺來了！熙娘，你怎麼還是這麼倔？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，我願意原諒你的不忠，只要你跟我認個錯，我們重新開始。哎呀，進士老爺真是有情有義啊！這樣的男人上哪兒找去？這柳熙娘也太不識好歹了。熙娘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不在乎那些事了，我願意娶你。我有什麼錯？熙娘，你不要再嘴硬了。我說了，我可以不在意那些事。李文軒，你說我不忠，有野男人，那你告訴我，那個野男人是誰？姓什麼？你什麼時候撞見？在哪兒撞見的？熙娘，這種事當着這麼多人的面，我怎麼好說？你不要逼我。不好說？那你散播謠言的時候，怎麼就好說了？你敢和我去衙門對證嗎？這有什麼不敢？我只是怕你難做。熙娘，你畢竟是個女子，鬧到衙門去，對你的名聲不好。我的名聲已經被你毀了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熙娘，你聽我一句勸。諸位街坊鄰居都聽好了，今天我柳熙娘要跟這位李進士去衙門對簿公堂，是非曲直，讓縣太爺來判。小翠，走，去衙門。是。堂下何人？因何事告狀？民女柳熙陽狀告進士李文軒散播謠言，污衊民女名聲，敗壞女學招生，請求大人為民女主持公道。李進士，柳熙娘告你污衊，你可認罪？大人，在下沒有污衊，在下所說句句屬實。此人品行不良，在下正是因此才與他退婚。你說他品行不良，可有證據？大人，在下有證人，我娘李秀蘭，還有我同村的趙大娘，都可以為在下作證。他們親眼見過柳熙娘與陌生男子來往。傳證人。青天大老爺呀，您可要為我家文軒做主啊！這個柳熙娘沒跟我家文軒退婚的時候，就跟野男人勾搭上了，我親眼看見的，就是他家那個所謂的遠房叔父，根本不是親戚，就是野男人。是啊，誰也看見過，那個男人在他住了好些日子，誰知道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。熙娘，你看，我本來不想把事兒鬧大，可你非要告到衙門來，我也只能實話實說了。柳熙娘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大人，民女有話要說。大人，民女也有證人，可以證明民女清清白白。帶證人。大人，民婦可以作證，柳先生是清白的。那年柳先生救了民婦一家，有一個放貸的騙子拿假契書來騙民婦按手印，想把民婦家的3畝和田騙走，是柳先生識破了契書上的陷阱，救了民婦一家。柳先生是個好人啊，他怎麼可能是那種人？你說的這些跟本案有何關係？大人，一個能幫別人保住田產的人，怎麼可能幹出這種不知廉恥的事兒？再說了，那個所謂的野男人，民婦也見過，人家根本就是清清白白的。大人，民女大妖也可以作證。當年在村裡，李進士退婚的時候，民女在場，是他當着全村人的面把退婚書甩在柳先生臉上的。他還說柳先生是村姑，配不上他，根本不是因為什麼野男人。你這個小丫頭片子，你胡說八道！大人，民女還有一樣證據，當年李文軒污衊民女私藏來歷不明之人，告到縣衙。當時的縣令派人查驗之後，認定民女清白，寫了這份陳情書，證明民女家中並無苟且之事。
李文軒，你可知罪？大人，这陈情书是假的，是柳熙娘伪造的。大人可以派人去查，陈情书上有当时县令的官印和签名，是不是伪造，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去查账这份陈情书的真伪。回禀大人，已查证，陈情书属实，确为当年柳熙娘所在县的县令所签。大人，我大胆李文軒，你身为进士，不思报国，反而散布谣言，污蔑良民，败壞女学，你可知罪？来人，将李文軒收监，待本官上奏朝廷，革去他的功名，再行定罪。熙娘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这一次。熙娘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过文轩吧，他是一时糊涂，你放过他吧。李婶儿，当年他当众把退婚书甩在我脸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替我说过一句话？当年他在县衙告我私藏野男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放过我？都听清楚了没有？我家柳先生是清白的，是那个李文轩血口喷人。柳先生，对不住啊，我们也是听了谣言。是啊，柳先生，我们不该听信一面之词。你们不需要跟我道歉，我只希望下次再有谣言的时候，你们能不能先问一句，有证据吗？大嫂，不用。柳先生，昨天是我不对，听信了那些混账话，这是我自家积下的蛋，您拿着。要不是您，我家闺女上哪儿学认字去？柳先生，对不住，那天我跟您说了难听的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您别这么说，柳先生，我昨天在衙门外面都听见了，您是个有骨气的人，我想跟着您学认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先登个记，叫什么名字？春草，我叫春草。母后，刘先生今天教我们写人字，说一撇一捺要互相支撑才是真正的人。柳先生说的对。柳先生，我写的对吗？公主写的很好，比先生小时候写的好多了。新娘，你说本宫这些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娘娘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。少拍马屁。本宫觉得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召见了你。娘娘，不是因为你救了陛下，也不是因为你聪明，是因为你让本宫知道，原来一个女子可以不靠家世，不靠男人，不靠运气，只靠自己，也能活成一个人。5年前你刚来京城的时候，本宫说当你是朋友，那时候你不敢信，本宫也不确定能不能真的做到。但现在，你是本宫这輩子最好的朋友。娘娘，民女何德何能？別再叫娘娘了，叫姐姐。姐姐。